在经历了整整1个世纪的科学探索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通过一项前所未有的量子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爱因斯坦在某些层面上可能真的错了。不久前，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顶尖科学家策划并完成了一项极其精密也颇具挑战性的实验，而这项实验可能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光、物质甚至现实本身的认知方式。更具体的讲，这项实验深深扎根于量子力学的核心，通过重新审视光这一自然现象最令人费解也最具标志性的特性之一，揭开了许多物理学家长久以来难以解答的谜团，也就是我们熟知却始终无法完全理解的光的双重性。它既像是一颗粒子，又像是一道波浪，在现实中竟然能以2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存在。这个看似矛盾但又经得起考验的理论，其实早在1个多世纪以前就已引起科学家的注意。当时他们就尝试理解，为何光有时像子弹一样直线前进，有时又像水波那样四处扩散。正如本视频标题中大胆暗示的那样，这项精心设计的实验结果直指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爱因斯坦当年的某些量子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没错，这标题听起来像是个吸睛的点击诱饵，但说实话，它并没有夸张。实验的确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推翻了爱因斯坦的设想，这也正是科学不断演进的魅力所在。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项实验是如何进行的，它揭示了什么样的量子真相，以及它对现代科学研究有何深远意义。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快速回顾一下双缝实验，这个在量子物理中极为关键的经典实验。尤其是如果您对此还不是特别熟悉，它的原理和现象值得我们从头讲起。这项实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它不仅是物理学中的老面孔，更是揭示微观世界奇特行为的奠基石之一。最初版本的双缝实验由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于1801年完成，距今已过去了2个多世纪。那时他借此证明了光是以波的形式传播的。在最初的设计中，杨的目标其实很明确，他想用这个实验打破光是粒子的传统观点，来证明光更像是在水面上传播的波纹。在这个实验中，科学家们会将一束光，或者在后来的实验中使用更复杂的粒子，比如电子，甚至原子和分子，精准地发射到一个特殊的装置上。这个装置中间是一道带有2个窄窄小缝隙的屏障，看起来就像是被剪出2个门缝的纸板，用来观察这些粒子如何穿越。而在屏障的后方，科学家们安放了一个探测屏幕，就像摄影底片一样，它可以记录下每一个粒子最终落在什么位置，从而绘制出一个完整的着陆图案。因此，如果这些粒子的行为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弹珠或者小球那样简单直接，穿过哪条缝就打在哪儿，那么在探测器上，我们理应看到2条清晰的痕迹，对应那2个小狭缝的位置，就像2个光斑或2条影子。然而，现实却远比预期更加神奇。当实验使用的是激光或普通光源时，探测屏上并不会只是出现2条直直的光带，而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条纹图案，一系列明暗交替的条带，科学家称之为干涉图样。如果您观察这段视频，就能清楚看到这个现象的视觉展示。一开始似乎是随机分布的点，随着时间推移却逐渐积聚成一条条规律性的明暗纹路，这正是电子一个个打在屏幕上的累积结果，也是双缝实验中最令人着迷的一幕。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图案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每一个粒子似乎不是简单的从某一个狭缝通过，而是像一波水波那样同时从2个缝中穿过，它自己与自己重叠产生了干涉，最终在屏幕上呈现出那种像水面波纹叠加后的精美条纹。这就好像2道水波在池塘中相遇，有些地方它们波峰叠加，能量增强，就形成了明亮的条纹，而在其他区域，波峰和波谷正好抵消，就留下了一条条黑暗的空隙。这种干涉现象正是波的典型特征。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科学家一次只发射1个粒子，让它们一个个单独通过狭缝，最终呈现出的仍旧是那种清晰的干涉图案。这说明它们并不是彼此相互干扰产生这种图案，而是每一个粒子本身就仿佛在分裂成2种可能路径，并与自己的影子发生了干涉。这项实验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当我们试图去窥探粒子到底从哪个狭缝通过时，干涉图案就会神秘地消失。换句话说，仅仅是观察这个行为的动作，就足以逼迫粒子放弃它原本的波动状态，表现得更像一个稳定可测的粒子。
这一现象触及到量子力学最核心的悖论之一，也催生了波粒二象性这个重要概念。在微观世界中，每一个粒子同时具有粒子的特性和波动的特性，就像一枚硬币同时展示正反两面，只不过我们一旦去看，它就只能选一个面给你看。所以简单总结这一部分的关键发现就是，当粒子穿过两个狭缝时，探测器上显示的不只是两个光斑，而是复杂的干涉条纹。这种图案是由粒子波的干涉造成的，表明粒子在行为上确实像波那样分布并叠加。然而，一旦我们试图看清楚粒子究竟从哪个缝隙通过，这种干涉现象就会戛然而止。粒子开始像小球一样只从一个方向前进，最终在屏幕上留下两个简单的光斑，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波动特征。科学家们已经用各种不同的物质反复验证这个实验的结果，从最轻的光子到带电的电子，甚至延伸到更大更复杂的粒子，比如完整的分子和原子团，结果几乎如出一辙，验证了这种奇特的量子行为的普遍性。几十年来，双缝实验已经成为量子物理学的试金石，是无数教科书里的核心案例。它清楚地说明，不只是光，连物质本身在微观层面都既具备粒子般的明确位置，也拥有波的扩散与干涉能力。然而，这个实验带来的并不只是启示，它还深深埋下了一个逻辑上的炸弹，一个至今都没有完美解释的悖论，困扰了几代科学家。令人困惑的是，科学家们发现，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无法同时看到粒子的波和粒子这两个面向。比如说，当你试图观测一个光子到底走了哪条路，它的那种波动性的干涉图样就会立刻消失不见。其实，这种超出常识的现象并不是很早就被发现，而是在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兴起，科学家才开始逐步意识到微观世界的规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宏观规律根本不一样。而让人特别不解的是，这种干涉图案会在你观察光子的行为时突然退场。这个现象最早是在20世纪初的实验中才被科学家记录下来，让人第一次意识到观察本身居然能影响现实。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光在我们不去干涉的时候能像波一样自由扩展，而当我们一旦试图测量它，想知道它从哪儿来的时候，它却收缩成一个点，变成一个粒子？也就是说，似乎光子并不是总是粒子或波，而是根据我们是否去观察，才决定它该以哪种方式显现。这似乎意味着我们的行为真的在影响现实本身。事实上，这种令人抓狂的量子现象在20世纪初掀起了巨大的思想风暴，引发了无数科学家的争论。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尼尔斯·波尔之间那场历史著名的世纪之争，一场既理性又充满火花的学术辩论。1927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思想实验，试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来揭示量子理论的漏洞，并且动摇波尔所主张的那种观察决定现实的观点。这个实验并不需要真实的实验室操作，而是依靠纯粹的想象和数学逻辑，因此被称为思想实验。它的目的是想证明光其实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同时表现出波动性与粒子性这两种状态。在这个假设中，爱因斯坦认为，哪怕是最微弱的光子，当它通过狭缝时，也必定会对狭缝本身施加一个极小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力。这个微妙的扰动理论上可以被侦测，从而告诉我们它从哪个缝隙经过。爱因斯坦据此推论，如果我们能制造出足够灵敏的探测设备去捕捉这个微小的反作用力，我们或许就能一边知道光子的具体路径，也就是它的粒子性，一边仍保留它的干涉图样，也就是波动性，两者兼得。简单来说，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出一种方法，让我们既看到光的粒子性，它到底走了哪条路，又看到它的波动性，产生干涉图样，而不必非此即彼。然而，这种设想完全与波尔所坚持的互补原理相悖。波尔认为，波和粒子是不可同时观察的两种互补属性，必须通过不同的实验方式才能分别显现出来。换句话说，爱因斯坦的设想一旦成立，就会彻底推翻现有的量子力学体系，因为它违背了核心的测不准原则与观测影响系统的基本信念。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量子力学模型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之上的。这一原理指出，你不可能同时精准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总有一部分信息是模糊的。
波尔坚决主张，一旦你获取了关于光子路径的哪怕一丁点确凿信息，那么这个观察行为本身就会干扰系统，打破那种精妙的干涉机制，最终导致波的行为完全消失。也就是说，你不能既想知道光子去了哪儿，又指望它继续像波那样美丽的干涉叠加。自然界在微观层面上似乎不允许我们贪心的一网打尽。自那次激烈的学术交锋以来，科学界进行了大量后续实验，而几乎所有这些实验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波尔的看法：观测行为会影响系统结果，波粒不能兼得。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近期在极其理想化、近乎完美的实验条件下，首次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而明确地验证了波尔的理论。可以说，这是一次经典争论的最终实验证明。这次，科学家们摒弃了传统双缝实验中那种固定的实体狭缝，转而采用了一个极富创意的办法。他们使用的是被超冷处理过的单个原子，每个原子都像一个微型的活动狭缝。本质上，这些原子被激光照射后会对光子产生散射，就像小石子扰动水面那样，每一个原子都可能引发一次微小但可测的波动，模拟光子经过狭缝的过程。为了实现这种高度精细的模拟，研究人员选用了2种特殊的元素，锂7和 D162， 将其冷却到接近绝对0度，成功制备出约1万个超冷原子，构成了他们的实验狭缝阵列。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莫特绝缘态的光学晶格结构，这是一种由激光构成的3维光学笼子，可以像弹盒一样把每个原子精确地固定在固定位置上，使这些原子以类似晶体般的精确间距排列。这些原子的温度被降到微开尔文级别，也就是零下273度还要再低几十亿分之1度。这个极限温度仅比物理学定义的绝对0度略微高上一点点，使原子的热运动几乎完全停止。接下来，实验的核心就登场了，激光，但不是我们日常见到的激光笔那种，而是极其稳定、强度极低的精密激光器，用来激发这些超冷原子。不过，实验人员必须极为小心，因为稍强一点的激光就会扰乱整个原子阵列的排列，所以他们使用的是微弱到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多余热量的轻触式光束，以确保实验环境的纯净和稳定。这个实验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科学家控制条件，使得每一个原子在整个过程中最多只与一个光子发生一次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每个光子只被轻轻地碰一下，没有多余的干扰。这种单一光子的微弱相互作用被称为瑞丽散射，这是量子光学中最简单也最常见的一种散射形式。它只涉及原子能级之间非常轻微的响应，不会改变原子的内部结构，却能反映出其量子特性。而他们这次实验的目标，其实说起来非常直接明了，却意义重大。研究人员想要观察，在这种极其精密的控制下，单个光子会如何从2个彼此相邻的原子中被散射出去。这就像模拟了一种动态的双缝，每个原子都在不同时间扮演一个狭缝的角色。不过，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看到光子穿过双缝，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观察2种非常不同的物理现象。一种叫相干散射，代表光仍然保持像波一样的干涉能力；另一种是非相干散射，意味着光的行为更接近粒子状态，缺乏波的干涉特征。简单来说，科学家们可以巧妙地调整这些原子的模糊程度，也就是改变原子到底处在多精确的位置上，让它们的位置变得更确定或者更模糊，从而模拟不同程度的量子不确定性。本质上讲，这就像拥有一个量子调节钮，科学家可以用它控制光子的表现，要它像波就增加原子的不确定性，要它像粒子就把原子的位置限制得更死，从而抑制波动性。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原子在激光的照射下会像极小的弹簧一样振动。通过改变激光的强度和频率，科学家们就能控制这些弹簧的松紧度，也就是控制原子的位置范围。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就像调节一个精准仪表，可以决定原子的位置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这种控制实际上决定了光子是否留下痕迹，也就是我们是否能知道它从哪个原子散射而来，从而部分决定光子是波还是粒子的表现。因此，这种模糊性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叫做波包的空间离域性，也就是原子的量子波动范围直接影响光子的散射方式。有些光子仍表现为波，有些则像粒子那样直线前行。结果表明，当科学家人为的让原子的位置变得更模糊，
更难以确定时，光子便恢复了它那种典型的波动性，出现干涉图案，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双缝实验模式。而当科学家把原子的位置固定得非常清楚、非常精准，光子的行为就像一个个小弹丸，穿过一个特定路径后，直接命中探测器，没有波，也没有干涉。但奇妙的是，两种情况下的散射强度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原子是否像弹簧一样晃动，其实并不重要。真正决定光子行为的是原子的位置不确定性，而不是像爱因斯坦设想的那种物理反作用力，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理论。而且这一观察不仅与现有量子理论完全一致，还实实在在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提供了实验验证。你无法同时精准测量一个光子的路径和它的波动性，两者只能择其一，永远不能同时出现。所以说，每当我们试图测量光子在与原子发生作用时留下的路径线索，就不可避免地触发了一个量子权衡。原子的位置越确定，我们知道的越多，光子的动量就越模糊，波的特性也随之丧失。而且这个权衡非常严格，你越想精确知道光子来自哪儿，或者说它动了多少，它原本波动的行为就越容易被打乱，干涉图案就越难形成，仿佛自然界在警告我们别想知道太多。这个实验进一步证明，这种限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人类技术还不够先进，测量手段还不够好，它更像是一种嵌入宇宙底层的基本机制，是量子世界自身的内在属性。科学家通过详细分析发现，所有光子在原子之间散射时并不是完全相干的，而是处于部分相干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强弱与光子和原子的相对运动状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量子层面的纠缠。简单来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用这项实验再次强调了一点：那些像狭缝一样工作的超冷原子，其实并不会像弹簧那样对光子施加反作用。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关于力的猜想并不成立，决定光波或粒子行为的是量子模糊性，而非物理反馈。所以，真正影响这个实验结果的核心因素是原子自身在空间中有多模糊。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清晰的点，还是一个像云雾般漂浮的位置范围，而这直接决定了光子呈现出波还是粒的面貌。因此，当原子的位置模糊性更大，换句话说，当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它到底在哪儿的时候，它就更有可能和经过的光子发生干涉。这种干涉不会让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路径，却能暗示光子是以波的形式存在。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研究人员一次性使用了多达10000个排列整齐的超冷原子，就像搭建了一堵由量子狭缝构成的墙，这大大提高了光子发生干涉或散射的几率，因此信号更容易被捕捉，数据也显得更加清晰显著。因此，这项实验可以说是经典双缝实验的一次现代升级版。它不仅保留了核心原理，还将量子控制精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再次以极其明确的方式验证了量子力学中最基础也最令人着迷的定律。而对那些专注于量子研究的科学家来说，这个实验的意义远不止验证就理论那么简单，它开创性地结合了单原子波包控制与光学晶格技术，为今后进行更多精细可控的量子实验打开了全新大门，也可能推动整个实验物理领域迈向一个更高的维度。更令人期待的是，这个团队并没有止步于现有成果，他们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使用更复杂的技术、更灵活的控制手段，设计一套能够更深入揭示量子本质的新型实验。举例来说，他们计划使用处于叠加态的原子，也就是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或状态的原子，或者尝试通过双原子波包实验去观察原子之间新的量子相互作用。这种方法有望帮助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当粒子之间发生纠缠或散射时，系统的相干性究竟如何被影响或增强。所以可以说，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团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教科书上的知识，而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用前所未有的精度和方法，把我们带到量子世界更深的层次，让我们窥见了过去难以接触的物理现实。他们采用的这些新型实验装置和独特的设计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光是如何与物质互动的。可以预见，这种高度可控的量子操作方式，未来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物理发现，甚至推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乍看之下，这个实验似乎只是验证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没有提出什么颠覆性的新结论。但正是这种极其严谨、排除了各种变量干扰的验证，让我们更坚定地相信，哪怕是伟大的爱因斯坦，在面对量子世界的怪异行为时，也并非总是站在真理一边。所以，距离爱因斯坦与波尔那场震动物理界的争论已过去近1个世纪。如今，我们终于有了来自最前沿实验室的确凿证据，证实了量子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像光这样的物理对象，确实可以同时具有波和粒子的双重身份。而我们的观察行为本身会让这2个面貌中的一个被选中，另一个则暂时隐退。可以预见，这类实验还远未到尽头。随着实验技术的不断提升，未来我们很可能会听到更多关于量子力学的新突破、新原理，甚至可能发现我们今天仍未意识到的自然规律。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如果您对量子世界的奇妙现象感到着迷，或者想继续了解更多前沿科技背后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解读与科学探索。